一个人巴厘岛旅行，交通是最烧脑的事情，尤其要把一北一南的海神庙跟乌鲁瓦图排在同一天，我到底该全程包车还是省钱叫 Grab 呢？今天我不只带你看美景，还要实测我觉得最有效率、最省钱的交通攻略，并且我会分享几个第一次来巴厘岛应该注意的行程细节，让你一个人也能无脑享受充实的巴厘岛旅行。如果觉得我这个影片实用的话，也请记得帮我按赞或订阅哦。那么就出发喽！结果我还在等我的行李，现在没来。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巴厘岛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出发前我先把线上落地签还有观光税都办好了，现场直接刷机器入境，真的超级快。但有个小插曲要提醒大家，我一开始扫描机器的时候一直显示错误，当时超紧张，结果换了2-3台后，居然就莫名其妙通关了。所以建议大家如果遇到感应不到，先别紧张，多换几台机器试试看就对了。虽然人出关很快，但行李却让我等了好一阵子。大家落地后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哦。You book already? Yeah. Okay, counter. Okay, thank you. 这次我是在 Klook 订好的接机，去水明漾的饭店居然只要200块台币左右，这价格真的是超级夸张便宜。下飞机后直接上车，真的不用在那边担心很多。我建议大家先把接机都订好，真的会省很多事。Yeah. Kingsley is me. Oh, okay. Oh yeah. 到饭店了，饭店很漂亮哎。哦，真的是超累的。然后我觉得这间饭店真的好漂亮哦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住的饭店。哇，真的是很大哎，好美哦。这次我选在水明漾住，刚好住在海神庙跟乌鲁瓦图的中间。我打算第一天辛苦一点，挑战1日双庙，把巴厘岛这2个经典景点一次解锁。接下来几天就很悠哉地在水明漾、库塔还有仓库到处探险。另外，第一次来巴厘岛的朋友有2个 APP， 拜托一定要先在台湾就载好。第一个是 Grab， 因为需要信用卡认证，在台湾先绑定好，才不会现场手忙脚乱。第二个是 WhatsApp， 在这边不管是跟司机还是跟店家联络，全部都是用这个通讯软体。稍微休息一下，明天我们就来看看这趟1日双庙到底该怎么跑。就来到芙蓉海滩的感觉。隔天一早8点半，我直接叫 Grab 直奔海神庙，车程大约40分钟，车资的话大概是180块台币左右，真的很便宜。另外有一个小细节，就是快抵达时，司机有提醒，如果车子开进园区要多付一笔停车费，所以当下我就请他载我到门口就好了。OK, thank you。就早上来好像什么人都没有，我现在是9点，可能现在太早，什么人都没有。漂亮欸！我抵达的时候才9点出头，原本预留2小时可以顺便逛逛附近的摊贩，结果可能太早了，这边的店家几乎都还没有开。How much for one? 20,000. 20,000. Yeah. 2万哦，20,000。Thank you. Sorry. 其实当下对这个大姐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一时脑袋没有转过来，还在想2万印尼盾是多少。后来算一下，其实台币30几块，买个词典是真的超便宜，早知道就多买几个了。最后我大概只花了1个小时就逛完整个园区，
所以我建议想要逛街的朋友可以不用像我一样那么早起。如果你不想要挑战一日双庙，改成下午来看夕阳也是非常棒的选择哦。回程我一样用 Grab 轿车，从海神庙直奔这间评价超好的餐厅 Crown and Coaster。其实，在海神庙叫车我觉得并不难，但是塞车真的很难免。到了餐厅后，我点了印尼炒饭、烤鸡翅跟大杯的拿铁。这是我第一次吃印尼炒饭，真的超级香，搭配旁边的虾饼简直就是一个绝配。另外这杯拿铁也非常推荐，口感香醇，而且分量超多。至于鸡翅的部分，我就觉得比较普普通通，但整体来说，这顿饭我吃得非常的满足，很推荐大家可以来这里吃吃看哦。接下来到了今天的重头戏——乌鲁瓦图神庙的火舞秀。这个表演非常热门，我是先在网络上订好6点的场次，网络上有分6点跟7点可以选择，但我强烈建议选6点，因为这样子才可以看到最经典的日落火舞，搭配夕阳真的是超震撼。另外，因为考量到散场人潮非常恐怖，我这趟下午行程是直接跟 Klook 订了6小时的包车，价格只要台币的893元。当时我怕回程塞车会超时，也特别问了司机，司机跟我说超时费的话，1个小时是5万印尼盾，大概折合台币100块左右。这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大家有看到这些凶猛的猴子吗？来到乌鲁瓦图看火舞，随身物品真的要顾好，不管是墨镜、手机还有食物，只要被他们盯上，下一秒可能就会被抢走了，真的要非常小心。惊险的插曲过后，差不多6点左右，我心心念念的火舞秀就正式开始了。看完精彩的火舞秀，真的庆幸自己有预约包车。这边散场的人潮超级夸张，现场还有7点等待进场的人，整个是大塞车。我大约8点多左右回到饭店，从下午3点出发到回程，这个6个小时的包车时间整个刚刚好。整体来说，我强烈推荐这个火舞秀，全程没有用到乐器，完全是靠人声合唱撑起整场音乐，那种能量真有股神灵交汇的震撼感，非常值得亲自来这边体验。好啦，那这一次一日双庙的巴厘岛行程到这边就先告一段落了。其实我这一次旅行发生了一点小插曲，刚好身体有点不太舒服，我中了传说中的巴厘度，所以有些想拍的素材都没能完美呈现，这点跟大家有点不好意思。不过这趟旅程还是让我彻底爱上了巴厘岛，未来我应该会安排更多旅行计划跟大家分享。如果你喜欢这一支影片，请别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，支持我一下。那有任何想说的话，也欢迎随时留言跟我分享。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